大家好，我是晴天。今天我要说的是精神分裂症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精神分裂离我们很远，但其实不然。地球上每100个人里面就有1个患有精神分裂症，这其实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啊。但很明显的，大家对这疾病的认识十分小，社会上更有很多人对精神分裂有着不同的误解。以为是跟人格分裂差不多的，许多人甚至听到有人患上精神分裂，就觉得他是疯子。你想问为什么我知道这么多？因为之前的我也对精神疾病一无所知，我也跟你们一样忙于生活，忙于工作。但很幸运的是，我认识了我的女朋友，她大学时修读的就是心理学。当中，他需要跟不同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沟通。我常常会听到他遇到不同精神病患者的故事，也从中学到了不同心理学的知识。我发现，其实精神分裂症患者跟疯了完全是两回事。但这些患者却时常受到社会上歧视的目光、不公平的对待，引致一部分的他们承受不了压力，决定去结束他们自己的生命。接下来，我希望去厘清大家对精神分裂症错误的标签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身边有着精神分裂症患者，我也希望你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以及适当的治疗，因为精神分裂症其实是可以医治的。正确的治疗方式更可以帮助患者痊愈。治疗的方式我待会也会讲。想知道的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后哦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还是强调一下，这频道是专门分享一些关于精神健康的资讯，帮助大家从日常生活中的负面情绪中走出来。如果你想免费的取得这方面的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以及打开小铃铛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精华的部分吧。精神分裂症因为听起来很可怕，所以现在多了一个别名，叫做思觉失调。很多人听到精神分裂症，第一时间就觉得他是疯了，但其实不然。精神分裂症跟疯子没有半点关系。有趣的是，同样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，他们可以有着完全不同的症状。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可以分为以下5大类。患者需要拥有其中2项，并且至少拥有一个 A 组的症状，这才算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。起初我也觉得很难理解，直到我女朋友就举了 A 先生跟 B 小姐的例子，那我就明白了。比如说 A 先生有着阴性症状以及僵直的行为，因为2个也是 B 组，所以不构成精神分裂。再比如说 B 小姐患有幻觉以及妄想，2个 A 组，这便算是精神分裂的患者。你们明白了吗？所以不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身上其实是可以拥有不同的症状的。那这些症状又代表着什么呢？首先是幻觉，幻觉就是说患者的感官上会出现一些错误的信息，他会看到、听到或感觉到一些不存在的事物或声音，但对他们来说，这会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。比如说，他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跟他们说话，但其实房间里面安静得很，在旁人的角度，他们就像在跟空气讲话一样。而在妄想方面，最为常见的分别是被害妄想、惯性妄想和被动妄想。被害妄想就是会觉得说身边的人都想攻击自己，这类型的人会缺乏安全感，不会轻易的相信别人，因为他们觉得身边的人都对他不怀好意，认为自己正在受到其他人的迫害。而惯性妄想是一种把周围环境中不同的现象跟自己牵上关系的妄想。
比如说走到街上，会觉得说街上所有人都用奇异的目光注视着自己，别人的悄悄话就一定是在讨论自己，别人的肢体语言都在表示很讨厌自己，这些都是关系妄想的一些情况。最后，被动妄想的患者会认为自己的行动、思想、语言被外来的力量控制，而不受自己控制。很多时候，他们都会将这种力量归因于神灵的行为。例如说，他们会觉得邪灵在移动自己的肩膀，或上帝在控制自己的手臂。这些都是被动妄想会出现的情况。而接下来的几个就相对容易理解。胡言乱语就是说前言不对后语，句子不断出现断点，其他人很难去理解他想要表达的信息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看一看这段影片，我们可以看到患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，不能放松自己的手、脚和头，保持了一个固定的姿势。这些就是僵直。而硬性的症状包括缺乏意志力、缺乏情感和失去社交能力，都是一些硬性的症状。在刚才这些症状里面，有一项已经很痛苦了，精神分裂症患者更有其中的2项，真的不敢想象啊！在我听到这些症状后，便很害怕自己也会患上这个病，因为这疾病的发病期主要是15至35岁，而且男女患上的比率是一样的。那我就问我的女朋友，精神分裂症这么严重，我们有办法去预防的吗？很遗憾的是，她的答案是不能够。但他说有研究显示，生活压力大的人会有更高的几率患上精神分裂症。可想而知，保持精神的健康是多么的重要啊！所以我很早以前就有进行不同的行为来保持精神的健康，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、大量的金钱去研究之后，我发现冥想的效果是最好的。所以我制作了一个关于冥想的课程，我希望帮助所有长期受到负面情绪所困的人，能透过冥想去疏解压力，降低患上不同精神疾病的机会。如果你现在在影片资讯栏的连结加入，还可以获得我私人给予的前期优惠，而且课程是永久开放的。你参与了，就能无限制的重播，也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和他们一起达到精神的健康。那如果说不幸的身边有人患上精神分裂症，其实这是有2种治疗的方法，更有20%的患者能顺利的康复。一种是药物的治疗，它可以有效的减退症状以及症状带来的紧张、不安以及困扰的情绪，和另一种是心理的治疗。患者除了可以透过门诊的服务接受定期的评估，以及了解精神分裂的相关知识，家人以及朋友也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身边的人的支持和鼓励，对协助他们康复有着非常大的帮助。所以在影片的一开头，我才希望大家可以多关心身边有精神疾病的人，给予他们更多的爱。你们有做到吗？希望你留言告诉我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。只要你们能在今天我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点的，那我便心满意足了。那么，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精神健康的免费信息呢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能摆脱负面的情绪，过着美好的人生。我是晴天，我们下个礼拜见。